自愿相信是一真，不会枉思绪委婉。看目光一抹斜阳，打翻不经意的伤。爱难忘，心事了然，繁华降落地成霜。看天色渐暗微凉，岁月荏苒，宁愿孤芳，人自赏。我牵起了时光，任凭思念辗转，有回忆来温暖，哪怕泪滚烫。爱如月光，遥遥相望，我愿只身前往，只盼离别暂缓，缘分未散。我牵起了时光，任凭过往追乱，那些离别惆怅终会被珍藏。有些爱与谁无关，心牵挂就能无恙。对不起，不能和你成亲，因为我的意中人是大喜哥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其实我很久以前就喜欢上大喜哥了，只不过他有妻子，我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所以，你对我的感情，我是真的觉得你是个好男人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光也很快乐。但是，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突然改变？我们俩才刚刚开始。因为他，因为他的妻子过世了。这并不表示堂叔愿意跟你在一起啊。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，我们是两情相悦的。其实我以为我和大喜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他的妻子过世了，又出现了一个美娇，我才发现我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他。我们是考虑了很久，才决定开始的，对吗？对不起啊。薛庚，你还好吧？为什么事情演变成这样？难道春仙对我的感情一直以来都是假的？感情的事，有时真的很微妙。可是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？春仙她先前不愿意跟我成亲，而逃婚，而这一次
又跟我分手，情敌还是自己的堂叔，难道是我上辈子欠他的？为何两世都是这样？也许你们是有缘无分，没有谁对谁错。我只是觉得有一种背叛的感觉。我想有些事情，只能让时间来给我们答案了。你看这面湖水，静的像一面镜子。可是如果我丢了这块小石子，就会起了涟漪。人的心也一样，只有把心静下来，才能看清楚自己真正想走的路。你说对吗？这种事你都做得出来，亏学庚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横刀夺爱，你还配当他的堂叔吗？我真的不知道春生会这样做的。要不是刚才学庚碰巧撞见你们的好事，你们俩就打算一直欺瞒下去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不出来是吗？你分明是心虚，你也不想想学庚以前对你多么的好，当初你来到这里病到要死，要不是学庚救你，还收留你住在他的家，你现在早就去见阎罗王了。我知道他对我好，我也不想看他变成这样啊！骗人！如果你真的有替他着想的话，你就不会在他的背后偷偷抢他的女人。我真不明白，那个陈春仙到底有什么好？他是镶了黄金吗？你竟然为了他，连自己堂侄儿都要欺骗！你身为一个长辈，竟然连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！我真的不知道整件事情会演变成这个地步的，真的。哎呀，我是被逼的。被逼？谁逼你？我跟他算账。他们不能够在一起的，他们在一起的话，连家就完蛋，我就完蛋了。哎呀，总之他们注定不能够在一起。学庚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学庚哥？学庚是个好人，但是我们之间好像少了些什么的。他对你那么好，还会少了什么呢？就少了爱的感觉。我发现我们的感情，并没有我之前想的这么深。那你又跟他在一起，还打算成亲？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走下去。但是我发现我错了。现在你跟他说分就分，他应该怎么办呢？学庚没有我，还是可以活下去的，因为他真正的妻子是另外一个人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另外一个人？总之，我和学庚只可以当朋友，不能当夫妻。你做人怎么可以那么随便呢？这不是随便，我是很认真的考虑过我们各自的将来才会这么做的。我不想再错下去。你刚刚跟学庚哥在一起，现在跟堂叔在一起，你不是随便，那是什么呢？你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学庚哥，你真的很残忍。不属于你的，就不应该占有。这表还给你。
刚被赛鼎训了一顿吧？你都听到了。我也刚被赛文训了一顿，他说我伤害了雪庚。不好意思，都是我的错，连累了你。也不能全怪你，要怪就怪我自己，太冲动，没想到后果。整件事情的源头是我造成的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其实这样也好，总算一了百了。你真的是很豁达，没有想到100年前有你这样的女孩子。难道你想看到我哭哭啼啼吗？多烦！那倒也是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要尽快撮合老公跟老妈咯。你找到你真正的老妈了？真的？我见过她吗？我跟你说了，可能你会吓一跳的，是绝慧。绝慧？但是绝慧和赛鼎……所以我说啊，赛鼎好不容易追到绝慧，现在要把他们拆散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。阿爸，吃饭了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，栋梁？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小病而已。哦，好。阿爸，栋梁没什么大碍吧？没事，治得好的。哦。绝慧姐，你看，这是栋梁过大礼送来的，美吗？很美。你觉得这个款式适合我吗？好看吗？很适合你，很好看。好看，我阿妹穿什么都好看。我说栋梁这小子啊，他能娶到你是他三生有幸。我还是先把衣服换了，弄脏了就不好。我有话跟你说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你觉得栋梁这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他挺好的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至少脚踏实地，而且又一表人才。我想阿妹以后嫁给他，一定会很快的。是这样吗？你在答应这门亲事之前，有没有去探听过他的为人怎么样？还有他平时是跟谁交往？当然有啊，要不然我不会让阿妹嫁给他的。怎么了？干嘛突然这么问？刚才我去医馆的时候，我碰到了栋梁。哦，他生病了。是啊，可是不是普通的小病，是什么？是花柳病。什么？花柳病？我是无意间看到他的病历的，我阿爸给他开的就是治花柳病的药方。阿妹，我问你，你跟那个栋梁有没有做过什么？做过什么？哎呀，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做的那种亲密的东西。哥，你为什么问我这些？就快回答我吧！啊？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你不要骂我。那个混蛋对你做了什么？他有亲我。什么？他？那你们接下来做了什么？他还想解开我的纽扣。那你们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真的？真的。对不起，哥，我以后都不敢了。
我没有怪你。总之不会让任何男人欺负你。赛鼎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去搞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？我没有，还装？我什么都知道了。我阿妹清清白白的，不会让她嫁给你的。你的聘金病你全部拿回去，以后不会再让我看见你。赛鼎哥，我没有病，我也没搞什么女人，我是真心喜欢赛文的。以后我会好好对她，你相信我。这个混蛋，惹人一身肮脏病，还想欺骗我阿妹的感情，你是以为我们好欺负啊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这个斯文败类，自己不检点就算了，别来侮辱我阿妹。要是我阿妹出什么事的话，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来，我买了午餐给你们，好，谢谢东家。这买给你的，鸭腿饭加了一个鸡蛋给你。我不饿，吃了再做吧。好，来，等下才吃吧。豆沙饼2个，豆沙饼2个，2个豆沙饼。没事吧？不是，只是想到老婆有事情我不在身边，我觉得自己也没有用。你确实是对不起堂婶。堂婶她思古未寒，你便另结新欢，亏你之前还说只爱她一个，根本就是胡扯。雪糕，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，但整件事情不是这样。我跟尊谦好了，别说了。我相信堂婶在天之灵，也希望你有个女子照顾你。不是的，我跟你讲，既然你们选择在一起了，我尊重你们的决定。大喜哥，你回来了，打包了一些卤味给大家。进去。来，肚子饿了。我打包了卤味给大家吃了。不必了，今天已经够多菜了。刚好我想要吃卤味，坐吧。你还吃得下？饿了自然吃得下。哇，你看，赛鼎啊，也有你爱吃的啊，大肠、小肠啊，还有猪皮也有，来吃一个吧。我才不要！我不想吃了以后像某些人一样无情无义。这么好吃的东西也不吃，太浪费了。你刚才在做什么呀？那些人买的东西，你竟然吃得下？他们那么有诚意，我就吃啊。啊，你喜欢吃卤味是吧？好啊，那我叫阿美煮一大锅给你吃，让你吃个饱。只是一包食物，也需要发那么大脾气吗？我不生气才怪！他们2个背叛你，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易就放过他们？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哪有隔夜仇的？一个是我的堂叔，一个是我的恩人，他们也帮了我不少。这一次，就当做互不相欠。你那么看得开啊？那不如干脆看破红尘算了。不看开也得看开啊！这么执着会很累人的。既然他们两情相悦，成全他们也是美事一桩。正所谓君子成人之美，
我只知道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原谅他们也是善待自己。这件事情呢，你就不要再提了。哎，算了，不理你们了。你该不会也是为了卤味的事来吧？看来你想通了。该放下的就放下，没有执着的必要。那就好。你这个贱男人，都是你害的！要不是你把病传给我，我就不会没有生意做。你是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传染的花柳病给我，你还不认账？我不管，我要你赔钱。你别还去喷人了，我又不认识你。上次你喝醉的时候告诉我你有花柳病，我以为你只是在讲醉话，谁晓得我真的那么倒霉被你传染了？你一定要负责！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你们都看看这个男人，你们别看他斯斯文文，他到处拈花惹草，搞一身暗病，还要故意把病传染给别人，真是无耻下流变态！我警告你，别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是你把花柳病传染给我的。你要死，为什么不自己去死？干嘛要把我拉下水？你把我害成这样子，你要我以后怎么活啊？喂，你这个贱男人，你别跑，你快赔钱给我！好了，我在外面听到他们说多人也患有病，这是真的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这家伙的名声已经臭了。阿妹，你就别跟他成亲，哥找一个更好的男子给你。不行，他对我很好。这家伙根本配不上你，他都还没有跟你成亲，就已经在外面搞三搞四了。要是你们成亲以后，便有的你受了。我不可能看着你嫁给他，陪他一起受罪的。可是他生病了，又成不了亲，很可怜。阿妹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可是这种人渣不值得你同情。你放心好了，哥会找一个更好的对象给你，你就别再去想他。哎，老板，再来一碗。你今天胃口怎么那么好啊？已经是第3碗了。当然好啊，今天帮阿妹出口气，不庆祝一下怎么行啊？幸好及时被发现，要不然赛文就惨了。是啊，还好你及时发现啊，要不然我们全部人都被蒙在鼓里。哎，这次你的功劳最大。我只不想赛文一生的幸福就被他毁了。说真的，这次真的是我太大意了，竟然没查清楚这家伙的底细，没想到相貌堂堂，竟然去嫖妓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不过寻花问柳本来就不对，他这是自食其果。告诉你啊，他做了那么无耻的事，竟然还不敢承认。要不是我找一个女人去闹他，他还真的打算瞒天过海呢。什么？这件事是你做的？是啊，谁叫他胡搞啊？竟然还死不要脸要娶我阿妹，像他这种下三滥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。可是解决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就只有那么一个阿妹，我保护她也有错吗？我不是说你保护赛文有错，可是你这样对栋梁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啊？找个女人去闹他，算是便宜他了。要不是看在他没有冒犯我阿妹份上，我早就揍他了。哎，算了，别提这家伙了。哎，提到他就会坏了胃口。哎，吃面吧，吃面。怎么了？吃不下。干嘛吃不下啊？别生气啊。觉慧，你在想什么？栋梁得病的事传开，都是因为赛丁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找了一个女人闹事，当街羞辱栋梁。他那么做，是要让栋梁无所遁形，被千夫所指。真的？是他亲口承认的。
他这么做，我想也是为了赛文。就算是这样，他为什么要用那么极端的方式呢？就算他要保护赛文，他也没有必要把人逼成这样吧？赛典的个性你也不是不知道的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况且这是牵扯到他最亲爱的妹妹。不行，我还是不能认同。有时候我觉得他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了。你们还好吧？有时我觉得我们越来越难沟通。有时我看到他的所作所为，我真的好想好好劝他，可是他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根本不听我的话。赛典的人有时候是冲动了一点，那也是因为他重情义，急于保护身边的人。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跟他沟通，你们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们就好像两个世界的人，要怎么沟通啊？春仙，学哥，饭快煮好了，你饿的话可以先吃了。不，我等大家，我还加料了。学哥，上回谢谢你了。如果不是你帮忙圆场，我和大喜哥或许还会被排挤。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很有可能要搬出去了。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总不能天天避而不见吧？谢谢你明白事理，否则我们俩不知道要尴尬到什么时候了。我们还是朋友吧？当然是朋友啊。再说，我们当朋友会比较自在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，为什么你会喜欢上我的堂叔？老实说，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还蛮奇怪的，而且有时候很烦，有事没事都会出现在我面前。但是后来我渐渐地发现，他是性情中人，重感情，而且他的思想和我认识的男生很不一样。既然你们俩已经认定彼此，那就好好的走下去吧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别说我了，你自己要加把劲了。我，你都抛弃我了，加什么劲？少来了。看得出你对觉慧的态度很不一样。他是我好兄弟的爱人，自然会对他好一点啊。不仅是一点吧。刚才我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你们俩在那里聊天，你看着他的眼神是不会说谎的。你看你们女人，就是爱胡思乱想。难道我对赛文不好，对你不好吗？好，当然好，只是程度不一样。你对觉慧的好和对其他人的好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了。不用回答我了。我只是觉得你应该诚实的面对你的感情，你自己的幸福由你自己去争取，别白白的让它溜走了。好了，你别再说了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给我5个安菇桂，我要2个本桂。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为何脸青青的？咦，你的手上有一点一点红红的，被蚊子咬。该不会是你那个未婚夫把那种病传染给你的吧？哦，没有，我们
什么都没有做，而且我哥也不让我跟他成亲了。谁晓得啊？他们以前孤男寡女，发生过什么事啊？我看呐，他8成是被那男的碰过了，身上才会生这些红点。你们不要乱说，赛文是清白的。你们在无中生有，我就叫马达以诽谤罪把你们抓起来。啊，马达，赛文你怎么样？我们收拾一下，我带你去看病。赛文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有话想要跟赛文说。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烦赛文。赛文，我们走。赛文，赛文，我只想要跟你说几句。赛文，要做什么？他说你是个骗子，叫我不要再跟你见面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发誓，我会痛改前非，再也不去找那些女人。我会一心一意的爱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。赛文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求求你，不要跟我退婚好不好？我可是不会答应的。如果你真的爱赛文，当初就应该洁身自爱。现在你搞成这样，还要她嫁给你，你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吗？你们的婚约已经取消了。如果你真的对她好，就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她了。赛文，走吧。赛文。好好睡一觉吧，很快就会没事的啊。是啊，还好你只是出水痘，忍一会又过去了啊。我们先出去吧，让他休息。妹啊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就叫哥啊，哥待会煮粥给你吃啊。啊。真是的，有什么事都收在心里面不说，生病了还去开档，真是的。他身体还很虚弱，这几天你要好好照顾他。娟慧，今天店里休息，不如待会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你自己去吧。你不看电影，那我们去逛街也可以啊。我不想去，我只想待在家。你为什么最近对我那么冷淡啊？你该不是为了栋梁那个混蛋吧？那是他活该，你生气什么？是，他是咎由自取，可是也得到了教训。你何必那么对他？我有做错吗？我只是替我妹出口气。你找了一个女人闹事，当街羞辱她，让她丢尽了脸，你这股气也未免太重了吧？现在受害的人是我妹妹，不是你的，你当然可以这么说。你怎么可以那么说话？不是吧？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觉得我有问题，你都觉得我有错，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为我想过，你只会站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什么？我说风凉话？如果我是这样的人，刚才看到赛文被欺负，我大可以袖手旁观。为什么要帮他，还带他去看病？你说什么？我妹什么时候被人欺负了？她被谁欺负了？她被谁欺负啊？有2个大婶看到赛文手上的水痘，就在那里大做文章，说赛文和栋梁有了那种关系，所以也得了病。还有刚才我带赛文去看病的时候，栋梁突然出现，他求赛文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要他回心转意。为什么刚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你不告诉我？为什么那个栋梁？你为什么要隐瞒我？你看你这副臭脾气，我就是担心你会生气，才不跟你说的。我能不生气吗？那个家伙欺骗我妹，我生气有错？我只是希望事情别越闹越大。像他这种卑鄙的人，我就是要他待不下去，我就算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没有想过，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的。
要不是你找了一个女人当街闹事，当街羞辱栋梁，他得病的事会传开吗？那2位大婶会误会吗？你说栋梁卑鄙，我觉得你比他更卑鄙。你别拿我跟那个畜生比，我不是他。我就算死，我也要保护我妹。不管是谁欺负她，我都要她付出代价。我警告你，别再找刘赛文，不然下次一定打断你的腿，让你一辈子当乞丐。下次再来，谢谢你哈。这算盘得罪你了，你干嘛拿他出气啊？我哪有啊？你跟觉慧最近是怎么啦？我真不懂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为了栋梁的事闹意见啊？不要说他了，一提到他我就生气。2个人在一起总是会闹意见的，可是何必为了外人影响你们的感情呢？你好不容易才追到觉慧，如果就这样闹翻了，多不值得啊！要是你真心喜欢觉慧的话，就要好好珍惜这段感情。大家尽管吃，千万不要客气。今天我请客。我们到底在庆祝什么？为什么会这么豪爽请客？我是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我算过了，上个月是我们喜记开张以来生意最旺的一个月。如果照目前的情况持续发展下去的话，我相信不到2、3个月，我们便可以回本了。真的是大好消息啊！真的是祖先保佑啊！何止祖先保佑啊！我们得到很多人帮助，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的。最重要是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我们继续努力，把喜记发扬光大。哎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件喜讯，想向大家宣布一下。我现在也算是事业有成了，该是时候计划成家的事。郑医师，我打算在明年元宵之后跟觉慧成亲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我没意见，就不知我家闺女有何想法。为什么那么突然？不会啊，我一早便有这个打算了。虽然我并不是什么荣华富贵出身的，可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苦，我会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。喜记头家娘的位子就等着你来做。这件事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这事不能拖了。算命师傅说我们2个是天作之合，他还给了我几个好吉日。如果你觉得明年有点急的话，我们可以迟2、3个月，到时候也有个好日子的。觉慧，你去哪里啊？我有点不舒服。觉慧，觉慧，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觉慧，觉慧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想嫁给你。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要嫁给我？我们根本不适合对方，在一起是不会开心的。不会啊，
我们两个在一起很好啊。如果在一起不适合、不开心的话，那当初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呢？那是之前，后来我发现，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了，根本不可能走在一起。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异呢？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找人去打栋梁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只想知道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我已经警告过他，叫他别再来骚扰我阿妹，他就是不听。我阿妹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答应过我阿爹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、保护她，不允许任何人欺负我阿妹的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如果她被打死了，那怎么办？她被打死是活该，谁叫她在外面风流快活，还来欺骗我阿妹的感情？我不给她一点教训，她是不会怕的。动不动就找人出气，难道你不累吗？为什么我做什么事情你都看不顺眼？为什么你老是觉得我做错呢？你到了现在还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？上次经理的事，你看他沦落到在大街扫地，你还落井下石，故意数落他。这次更过分，你找了一个女人闹事，还找流氓打人，你太狠了吧！那是他们罪有应得啊！要不是他们对不起我，他们做错了，会轮到我去报复吗？你为什么就不能站在我的立场替我想想呢？我尝试过，可是我还是不能认同。我们不管是在个性上、思想上、处事待人方面，都差了10万8千里。我们根本不适合在一起。我们分手吧。不要，我不要跟你分手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，我不想放手，我一早就认定你了。我们还没有成亲就有那么多摩擦，那以后呢？以后矛盾不是更多吗？所以我才更应该要成亲啊！成为夫妻以后，这些就不是问题了。不可能的，问题一天还没有解决，它永远是个问题，而且这些问题会跟着我们一辈子的。我不要分手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我是真心想跟你在一起，我想跟你白头偕老。我们不要分手好不好？啊！再拖下去，我们只会更痛苦。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人。心牵挂就能无恙。要分就分，没有你我不会死的。觉慧姐，你是不是跟我哥有事？我们没事啊，不要多想。其实我哥跟我说过，你在生他的气，所以最近他比较心烦。他跟我说的时候，还一直唉声叹气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他。我哥真的很在乎你。觉慧姐，如果我哥做错了什么，我代他向你道歉。其实，之前金丰米行的头家看上了我哥，想招他做女婿。有这回事？不过我哥心里只有你，所以拒绝了对方。我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天天都很开心。可是最近我发现他没有了笑容。你也是。觉慧姐，我哥对你是真心诚意的，你原谅他好吗？心牵挂就能无恙。